说的，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手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穆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。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，找到他，他叫百合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。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
来贺药府，到了。你的县尹讲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是不是？我就不吃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大家长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朽了一枝眉。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解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神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，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
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，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香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个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，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。那是昌河。成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，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来这去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！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！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要开场了。
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，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，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线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合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鬼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的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领铺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久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，你跟他的情分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，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
错，没错，就是这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你来了。谁带你进来的？朱影中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你不相信他们？我更相信结果。他们一直都忠诚于你，你不该怀疑他们。但是你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？他们忠诚于你，但不代表忠诚于大家长。若他们觉得你的选择错了，应该也会想办法让你走上正确的道路吧。今日就到这儿吧，苏沐雨。你身边有很多惊喜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申夜，就当我求你，不要拉他。我差点都忘了你们是好朋友，但我刚才差点被他给杀了。抱歉。不是说这朱朝严丝无缝吗？那他怎么能够轻易潜伏进来？应该是有内奸。申一放心，我会处理。方才你都看到了吧？鬼宗部还有3针引线。只看到了3针引线，没想到神医还会鬼宗部，那门功夫怎么了？还挺难练的。你难道就不想问我些什么吗？神医对我们暗河的了解，早就超过了常人的范畴。我想这其中，除了老药王和大家长的渊源之外，定然还有其他故事。但这都与今日之事无关。我只需要确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神医确实是在努力寻找医治大家长的方法，对吗？是。我会竭尽全力治好大家长。那我也给神医一个承诺：从今日起，直到大家长痊愈，只要有我苏沐雨在，便不会有任何人伤得了你，除非我先死了。你们暗河的话能信吗？听说你是无名者，那在进入暗河之前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无间城。无间城，就是那个号称用剑无敌，却一夜覆灭的剑之城。不是说城中所有人无一幸免吗？听说神医爱听故事，若有幸度过此次难关，我便和神医讲讲我的故事。桃儿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这座朱巢我来过几次，如何潜入其中，自然十分清楚。我倒是忘了。这里一共36处机关，就算是绝世高手来了，也很难生还，除非来的人对这里的构造无比清楚，比如我。可即便是我，有一处地方也是不得不经过的。哪儿？这里是整座朱巢的阵线。躲开那36处机关的办法一共有4条，可每一条都必须要经过这里。所以我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并没有人，而你是负责把守这里的人。你当死！告诉我背叛的理由。
头，你比谁都清楚，大家长所种之毒无人能解，就算解了，他也活不了几年。他应该让位。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出现。他直接杀了大家长，取走灭龙剑，那一切就能提前结束了。我并非真的不会杀你。你护不住所有人的。该放他走的。你是暗河的魁，若论在暗河的地位，你比我高不知多少，不必对我行礼。叛逆朱营，是暗河最大的罪。可只有活着，才能治别人的罪，不是吗？以如今的情形，暗河大家长都能被三家合力追杀，那些规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我与你见过几次，也听说过你不少的传言。据说你在提魂殿中有一个称呼，叫三不接，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我在暗河待了一辈子，你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能和提魂殿提条件的人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有个说法。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只是他瞒了我很多年。是苏长河吧？送葬师苏长河，据说他的剑法不如你，但他送葬师的名号却比你执三鬼要使人闻风丧胆得多。你能有这个朋友，很不错。我知道，但暗河的人并不需要朋友，朋友只会使你握剑的手犹豫。苏沐雨，你一个靠一本残谱就能复原18剑阵的天才，没想到你却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。前辈何解？你想做一个好人，而身为刺客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好笑、最愚蠢的事情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无论你们俩谁活着出来，都能进苏家。可是如果你们两个人一同出来，便是破了我们暗河的规矩，都要死。我知道。17号，杀了你身边这个人。我不会杀他。我们两个人都要活下去。好，好，危难关头，尚不愿弃旁人于不顾。你们还真的是一对好朋友。我们不是朋友，刺客是不应该有朋友。可若我们都入了暗河，那便是家人。
既是家人，又怎能弃之不顾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快杀了我吧！别犯傻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若要动手，那我便杀了你。住手！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小子，你今日所做之事，是在挑战暗河的威严，也是在挑战我的威严。你们两个人，你觉得暗河值得为你们破一次规矩吗？值得。哦，我们二人在3年之内，定会成为这暗河100年来最优秀的刺客。整个暗河都将因我们而改变。好小子，你这话我记住了。白痴，剩下1天，我已经死了。规矩的存在就是用来被打破的。暗河这100年来破了不少的规矩，但都是建立在破坏者的实力足够强大的前提下。我今日可以为你破一次规矩，并为你进行观刑之礼，但你须得向我证明你的实力。愿接大家长一剑。若死了，那走出鬼窟院的便只剩他一人，还请留住他的性命。若我还活着，还请大家长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很重情义啊，请大家长赐剑。好。你记好了，我赐的不仅仅是那一剑，也是你之后的命运。你愿意接受我的恩赐吗？多谢大家长。3家之中，你想去哪一家？我和他都要去苏家。好啊！从今以后，你俩就是我苏家的家人。还真让你这傻子给做到。那便来吧。马节制，刀剑隔世，勾手戒备，绝一切生机。要生死战，唯有一途，一而入。我为尔。
要破八节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嘴之口。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 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 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
睡醒了。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。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小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。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
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妇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
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史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！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嚯，这倒是个高手啊！来者何人啊？剑无敌。这么嚣张的名字啊！今日是我出关的第1战，无关人等，请速离开。点叶将军，观战即可。看来你是有几分嚣张的资本啊！骁勇答应我送我一柄好剑，让我试试手。看来你就是我要寻的那柄剑。虽然我总是陪着苏沐雨做比剑这种事儿，但总觉得这些无聊可笑。只是他喜欢，就陪着他去了。但是现在，忽然又觉得有些意义了。不是，忽然觉得更可笑，因为苏沐雨好像打不过那个人。是柄好剑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影子。无剑城城主卓雨洛，纯粹的剑心，绝对的剑道奉行者。除了我父亲之外，我再也不曾见过如此纯粹的剑意。遇剑之人，当心无旁骛。看来无双城那一战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能与这位先生一战，是我的荣幸。刚才那一剑只有剑影而无剑招，你挡得非常漂亮。然而接下来的每一剑，都会比方才那一剑更强、更狠。那便更好。真正厉害的剑道高手，都有属于自己的剑意。他的剑意，在一个“纯”字，没有任何杂质，10年磨一剑，真正纯粹的剑意。你有没有感觉，似乎天要下雨了？啊？好像是有几分凉意。这剑气里竟带着一丝雨意。
看来是一场精彩的决战。是啊，的确很精彩。你来了。你说以后这江湖之上，便是6大剑仙了吧？看来苏沐雨还真是遇到一个不错的敌人，连这压箱底的力气都用上。你说我的剑，是你所见过的最纯粹的剑，而你的剑，是我见过最复杂的剑。在你的剑意之中，包含着太多的情绪，有愤怒、不甘、隐忍、妥协，甚至还有温柔，几乎囊括了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情绪。你究竟是经历了什么，才能挥出如此复杂的一剑？杀人，一切归于平静。输了，赢了。不妙，是非常不妙。既然赢了，那为何还是不妙？因为苏沐雨用了最强的一剑，却没有杀死他，而对手还未尽全力。方才那一剑很不错，能告诉我剑名吗？羽氏。羽氏。我自称剑无敌，然而我出关的第一战，面对到的第一个对手，我却输了。不过经过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接下来这一剑，你必败，必死。我来吧，让我再试试。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纯粹的剑意，世间难寻。可万事万物若真到了极致不可回头的地步，极致的善变成了极致的恶，极致的恶反而成了极致的善，极致的光明更是一片黑暗。他马上就要走火入魔了。若是入魔能让我的剑更强，为何不入魔？你若不回头，执意这般用剑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将被剑意反噬，浑身经脉寸断而亡。父亲当年也执着于剑，可他从未忽视过自己的家人和臣民，仍可以把剑视为最重要的事物。可剑不应该成为唯一。人会背叛你，而剑不会。想不到这么久过去了，无敌师兄信奉的还是如此极端的剑道。是你。你我之间的对决，怕是无法进行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起制敌，也不失为一桩幸事。无敌师兄，许久未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何还停留在原来的境地？停静越久，越静越强。等一个机会，一剑入神。一剑入神。很可惜，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无敌师兄也加入了这场混战之中。既然背叛无双城，就别怪师弟大义灭亲。入魔之前，他已近乎剑仙，如今全然入魔，实力不可估量。看来我这个无双城城主，却是谁也敌不过了。盛极必衰，入魔之体看起来强大非凡，但却是外强中干。找准弱点，便能一击必杀。有执念深重之人，正在此地入魔。是如剑仙。一剑断水。
山雨晚来。空山新雨后，山雨晚来去。你执着于剑，可剑是死物；你执着于死物，迟早会走进死胡同的。可常伴我身的，唯有一剑。除此之外，所有事物都离我而去。无敌师兄，我没有胜，但你也不算赢。典将军，这次我们就饶你一命，以后一定要留点心。暗河的主意，最好不要再打。虽然此行未能与你对剑，但有这场对决，亦无遗憾。真没想到，在暗河之中，居然会有你这样的剑。怎么着？暗河之中，都应当是我这样的人。你们俩别站着了，今日使出了这么多损耗的剑招，还不赶紧坐下来调息一番？记得啊，平时打完架一定要赶紧及时注意调息。